三峡大坝又被传出溃坝，这次还有视频流出，事情真相又如何？为何三峡大坝每年都会传出崩溃的消息？近日，在 Facebook 上有人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洪水冲破一段防护堤，并涌入城市中，并且冲走城市中的汽车与建筑物。而在这个视频帖子上还有这样一段说明：由于大量洪水溢出，中国的三峡大坝于2021年8月2号开放。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这个帖子来看，似乎是在说8月长江洪水泛滥，三峡不堪重负，随意开闸，结果导致崩溃，并且冲垮了下游的城市。不过这个事儿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报道，没有中国的官方消息显示中国三峡大坝在2021年8月爆发洪水。不过此事却引起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像法新社事实核查栏目就针对此事专门进行了调查。很快结果就出来了，视频里的内容并不发生在中国，而是日本，并且这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他们将视频图像进行网络搜索后，发现视频画面与全日本新闻网在今年的1月17号发布的2011年3月11号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袭击宫古县的视频完全一致。视频中的海堤、山脉和桥梁也与宫古的谷歌街景相对应。关于日本311大地震，当初可是震惊全世界。这场灾难导致16000多人丧生，至今2500人下落不明，被誉为2战后日本最大的一次灾难。此前，大地震海啸冲入宫古县的视频在网上也有流传，而全日本新闻网发布的是最长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并没有三峡大坝垮掉导致洪水泛滥这回事儿。不过，这事儿恐怕并不会尘埃落定。关于三峡大坝的各种谣言，在多年前就已经兴起，几乎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长江作为中国第一河，年净流量接近1万亿立方米，并且超过80%的流量集中在几个月的汛期。长江每年7、8、9月为洪水期，在此之前，三峡大坝开始放水，直到9月底又开始蓄水，每年都有规律。然而，每年的7、8、9月，关于三峡大坝要崩溃的谣言就会传起。最典型的案例是在2019年7月份，当时有媒体拿出一张谷歌卫星拍摄的三峡大坝照片，指出三峡大坝发生严重扭曲，已经位移了40米，即将崩溃，下游上亿人命悬一线。很快，这张照片被多个国际媒体转载，以说明三峡即将溃坝。然而，又有德国专家驳斥了这样的结论。专家指出，谷歌卫星拍摄的区域图片是由图片拼接而成，受网络因素影响，或者卫星图拼接误差发生扭曲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很快，中国卫星公司放出高新6号卫星拍摄的三峡大坝，证明大坝一切正常。很快就有所谓的旅居德国的专家指出，三峡工程是弊大于利，而且随着三峡水库运行时间的增长，弊病会越来越大。所以晚拆不如早拆，晚了就拆不了了。当然，三峡大坝之所以屡被拿出来做文章，还是因为三峡大坝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峡大坝于1994年开工，其目的便是利用长江巨大的水能进行发电，以缓解当时中国的用电荒，而另一个目的便是防洪。长江水患已经困扰中国上千年历史，在当初建造阶段，三峡大坝就遭到过不少人反对。有人指出，三峡大坝一旦坍塌，洪水峰值会超过200万立方米每秒，并且洪水会以时速100公里在5个小时内淹没江西、湖北等地区，其损害会是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的30倍。因为三峡大坝正是利用长江巨大的水能来发电，面临的危机也自然很大。可以说，三峡大坝要是真的崩溃了，造成的后果中国人都明白。也正是因为三峡大坝会被一些媒体别有用心利用起来，制造溃坝谣言来挑动中国人心中的不安，并且为了证实中国建造三峡大坝是错误的，中国国内的一些地震也总是会与三峡大坝扯上关系。像2008年汶川地震就被传成三峡大坝导致的。尽管汶川地震真正的成因是由于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而四川本就位于喜马拉雅地震带上，与三峡大坝并无关联。实际上，三峡溃坝的危险在建造时就已经充分考虑进去了。资料显示，三峡大坝的设计抗震能力为10级，蓄水能力达到175米。像前面所说的日本311大地震是9级，造成海啸最大的地点在福岛，高度为9.3米，而地震每增加1级，能量增加31.6倍。因此，三峡大坝扛住311大地震那样的震度与海啸完全没有问题。另外，三峡大坝还需要考虑一个因素，
那就是遭到军事打击。现代武器的打击力度可是能在短时间内毁灭一座城市，而一旦与中国为敌，打击三峡大坝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台湾媒体去年写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报道，指出三峡大坝若崩溃，将导致大陆40%的 GDP 受损，70万人被洪水冲走，近6亿人被波及，90%空降兵全部死亡，100%的陆军空降师全部灭顶，45%集团军，28%步兵团，20%装甲师全不见。万一两岸发生战争，大陆将无兵可用。但是三峡大坝的防御等级也是最高的，三峡大坝拥有具备抵御核弹直接攻击的硬度，并且周边还布置多达3层的军事防御圈，足以应对敌方的大规模导弹、轰炸机、战机的袭击。而且一旦三峡大坝遭到攻击，很可能会触动中国的核反击，这点美国人都不敢越界。当然，随着中国国内网络信息水平的提升，炒作三峡大坝来威慑中国人，只会被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类似的手段倒依旧被沿用，只不过恐吓对象换了目标。此前，美国国务院启动了一个名为“湄公河大坝监视”的项目，宣布派遣卫星去监测澜沧江以及与东南亚各国在下游湄公河合作的水利工程，说是监督中国是否会利用澜沧江这个大坝来给东南亚制造水患。很快就有媒体贴出一张号称中国建造湄公河大坝排出巨量洪水的照片，并将大坝泄洪与东南亚水灾联系到了一起。然而，经过网图片查找发现，照片的真实来源是黄河小浪底工程泄洪。小浪底工程离东南亚隔着上千公里，不可能影响到东南亚水情。实际上，国际上对于中国工程的遭遇远不止这些。三峡大坝与湄公河大坝只是一个代表，不过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报道其目的性特别强，主要就是利用舆论来持续加强中国的负面形象。中国自诩为基建大国，那就想方设法破坏中国基建的声誉，即使是假的也没人会追究。但如果没有辨识能力，很容易在这种耳濡目染下对中国产生负面意识，这也便是舆论战的可怕之处。